许多人说这里像中国的18线小县城，许多人说这里是许多新移民来纽约的第一站，也有人嫌弃这里的脏乱差，满地垃圾，污水横流，臭气熏天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里对许多上了年纪刚来美国的华人来说非常友好。你可以一句英文不会说，在这里生活20年。这里对生活在美东其他地区的吃货华人也非常友好。在这里你能找到所有地道的东亚美食，从东北菜到川菜，从上海菜到广东菜。同样的，这里对来美国打拼的无证华人移民也非常友好。如果你想拿身份，这里有数不清的移民中介，专经假结婚介绍、政治庇护申请。许多律师和中介信誓旦旦地向你保证，只要你交了钱，3个月就能拿到工卡，之后就可以合法工作，申请驾照。至于是真是假，普通人很难分辨。在我看来，这更像是一场关乎一个人一生命运的赌局。如果你无所谓是否能拿到绿卡，这里也很适合你。这里不会有移民局官员来查证你的身份。这里的超市、华人餐馆、装修工程队，各种公司都常年挂着招聘广告，希望以低于法定要求的工资来找到能吃苦、能加班、任劳任怨、忍气吞声的无证移民劳工。这就是让人又爱又恨，天堂与地狱并存，承载了无数第一代移民美国梦的法拉盛。这是我第一个旅行日记，我是 JJ， 我是一名摄影师。像许多华人朋友一样，当年我来到纽约的第一站也是在法拉盛，但那个年代有些久远，当时的法拉盛并没有今天这么繁华，没有那么多的美食，街上也没有那么多人，也没有今天这样拥堵的交通。那个时候的法拉盛跟纽约其他地方一样，路边可以随意停车，许多停车场停车是免费的。在那个年代，你只要在路边租一个铺位，招一个会炒中餐的厨师，就肯定能生存下来。而现在，这里俨然已经成为纽约各个行业里最内卷的区域了。许多沿街奶茶店、餐厅、超市，在不经意间一批接着一批的倒闭，一批接着一批的重新开业。甚至有些餐厅从开业到关门的时间比装修的时间还短暂。我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在于，最近几年从中国通过各种方式来美国的中国人呈几何级数的增长。目测可及的是，无论什么时候，路上永远是人头攒动。就在我拍摄这期节目素材的时候，一个带孩子的女人迎面朝我走来，在人群中往地上吐了一口痰，正中我的裤子，而她理所当然地扬长而去。一个大妈拖着买菜手推车从我脚背压过去，同样的，也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在人群中，中年人开着手机功放大声通话，告诉远在大洋彼岸的家人自己一切安稳，刚找到工作。年轻人开着手机一边走一边开着直播，偶尔街上经过一些其他族裔的老外才提醒你，这里真的不是中国的18线小县城。不记得从何时开始，曾经人行道还很宽敞的罗斯福大道、缅街、王子街多了许多沿街占道的商贩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经营许可，但的确给了本就熙熙攘攘的法拉盛又增添了许多人间烟火气。从烧烤、各类美食到古玩玉器，以及从中国批发过来的衣裤、鞋袜、山寨耳机、音乐播放器，除了中国人光顾之外，偶尔也会有其他族裔人士来讨价还价，这也给了这些摊主一些练习英文的机会。只是我觉得这些摊主对相机镜头的拍摄有些警惕和反感。在这里，除了餐厅、奶茶店之外，还有由无数设计总裁、执行总监组成的发廊，能同时给你申请医疗卡、粮食券、保险、儿童牛奶金的会计师楼，跟你保证只要交钱就能帮你赢一切官司的律师楼，不需要处方就能卖给你抗生素的药房。
只要反复排队就能无限领取救济食品的救济站，这里仿佛是一个独立于以法治为基石的美国之外的孤岛，野蛮生长却不失繁荣。站在这里某个建筑的天台，沿着北方大道往西望去，夕阳的余晖洒满天际，曼哈顿繁华的天际线在远处夜夜生辉，现代化的高楼鳞次栉比，犹如一幅宏伟的画卷。而脚下的法拉盛却是另一番景象，一瞬间仿如隔世，撕裂般的反差让人不禁感慨，这座城市既真实又虚幻。我是 JJ， 我是一名摄影师。